为了给粉丝们送酒，我竟然学会了自己做朗姆酒。起因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在菜市场看到甘蔗1块钱一斤，我就想到了第一批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有的朋友希望售价是50元，可这个价格还不够朗姆酒钱呢。如果一定要降低成本的话，莫非要自己生产？这个想法一旦闪现，作为动手能力还不错的我，不试试怎么能甘心？查阅资料发现，制作朗姆酒也不复杂，设备只缺蒸馏器。不过一想到买10斤甘蔗只需要10块钱，这点小投资根本不算什么。我高兴地买了10斤甘蔗，先回来实验。上等的朗姆酒需要青汁发酵，我需要叫它们削皮榨汁来取得青汁。可切开之后，怎么里边是黑的呢？竟然全都是黑的！哎，上当了，怪不得旁边的摊位需要3块钱一斤呢。可2000多的紫铜蒸馏器都已经发货了，我不能放弃，只能再去买3块一斤的甘蔗。还没见到青汁，先损失了10块。不过一想到能出酒，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。这次的甘蔗没有问题，削皮、榨汁、压榨。最终30元的甘蔗出汁3斤7两左右，加入活化好的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就可以蒸馏了。资料显示，最早的朗姆酒是用糖蜜发酵制作的，我想对比一下，于是我又买了5斤糖蜜来试验一下。毕竟2000多的蒸馏器都买了，这点材料根本不算什么。糖蜜加水稀释后加入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再进行蒸馏。葡萄发酵后形成的酒，在蒸馏前就是葡萄酒，蒸馏之后就是白兰地。按照这个逻辑，甘蔗在发酵后蒸馏前也应该叫做甘蔗酒。尝一下口感，就是甜水加酒精的滋味，不好喝，还是蒸馏吧。开始出酒，第一次蒸馏共计约700毫升，酒精度30度。第二次蒸馏，最终出酒300毫升，酒精度68度。同样的方式，把糖蜜原料进行2次蒸馏，最终得到70度原酒300毫升。青汁发酵后的蒸馏酒闻起来更加清爽干净，糖蜜发酵的没有清爽感，多了一点焦糖香气。不过新酒口感都太冲了，不好直接喝，还是用来泡酒喝吧。先把酒降到30度，加入蒸好的红枣，用自己做的朗姆酒泡红枣会是什么口感？10天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吧。最近是梅子上市的季节，答应大家的青梅酒今天开始制作，等6个月检测合格之后，还事前邀请100位粉丝免费包邮品尝。我生平第一次喝的泡酒就是青梅酒，是一个朋友自己做的，当时口腔瞬间被青梅的酸爽穿透的感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前年做了不同品种梅子泡酒的测试，去年做了不同基酒泡酒的测试。综合2年的经验，我感觉二锅头浸泡的最终口感是酸爽度和穿透力最舒服的，所以这次就用这个组合。我做研究和实验比较在行，生产和销售经验不足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我这种先邀请粉丝品尝，再根据反馈调整，直到大家满意后再考虑生产销售的模式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有什么建议欢迎随时跟我沟通。上次花半个月时间做出了朗姆酒，利用它泡了红枣，今天我来品尝一下口感，再测一下很多人关注的甲醇是否超标。先检测一下自己做的朗姆酒，结果显示没有问题。再测一下泡好的红枣酒，理论上来讲，如果原酒没有问题的话，泡酒是不会出现甲醇的，因为泡酒过程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，只是萃取和溶解的物理变化。水果的果香和果甜融入酒中，同时吸走一部分酒的辛辣和杂味。而我们担心的甲醇是粮食或水果中的果胶物质在发酵过程产生的，而泡酒时没有加入酵母，所以也没有发酵的过程。可是我的检测结果却从颜色上来看，虽然符合小于 0.6 的国标，但我还想弄明白为什么和原酒不同。于是我翻阅资料，发现陆酒的国标里没有检测甲醇的指标和实验方法。我又翻阅之前的检测报告，是按照国标 5006.266-2016 来执行，发现原理是先蒸发掉酒中的不挥发性物质，然后再检测，所以直接检测泡酒的方式应该是不对的。于是我继续用之前买的实验室蒸馏装置，50毫升酒，50毫升水，然后蒸馏，最终取50毫升蒸馏液来测试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安心品尝了。用蜜糖发酵的后口是黑糖和焦糖的滋味，但过于浓厚，盖住了红枣的香气。用甘蔗青汁发酵的口感更加干净，完美的把红枣的香气呈现了出来，还微微有一点甘蔗的清甜。或许是因为自己做的原酒，总觉得比之前泡的都好喝一点。黑糖的滋味给了我一个新的灵感，如果泡酒后口滋味不够的话，或许可以把冰糖换成黑糖。最后品尝一下蒸馏液的口感，枣香主要在前口，蒸馏会损失掉一部分果香，还有酸、糖、颜色等不挥发的物质，它们留在剩余的液体里，所以这杯无醇版的红枣酒果味、甜和层次感都有，比煮的红枣水更加清透好喝，又是一个意外惊喜。
3个月前我泡草莓酒的时候加入了一些橡木片，没想到口感意外的惊喜。过程是这样的。静等3个月后开封，一开盖，一种类似草莓巧克力的香气扑面而来。酒体是明亮的红宝石颜色，入口先是草莓的果味儿，中口是草莓酸酸的果甜，后口是橡木和草莓果甜的融合，回味又有一点可可的味道。整体口感非常的雅致。泡酒时加入茶叶，会给酒增添一些高雅自然的香气，而这次加入的橡木片给酒增添了许多木质香气，也使后口更加的醇厚。因为我用了3种橡木片的组合搭配，用量略有点多，导致木香盖过了果香，但依然非常好喝。我们开封整体百香果泡酒，因为有百香果，酒体有点浑浊，所以我们用咖啡滤纸来过滤。入口是橙子的香气，非常的自然；中口是百香果的酸甜，这种酸感比青梅的酸更加的顺滑优雅。后口略微有一点梨的香气，但瞬间被橙子的香气所掩盖。橙子的果肉做酒，橙味不太明显。橙子的白瓤有点苦，所以用去掉白瓤的橙皮做酒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苹果和梨本身不会带来太大的香气，但会吸收掉酒精的刺激感，让果酒喝起来更舒服。这个组合又给了我新的灵感，下次继续。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全部送出，第4批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今天开始制作。单独泡荔枝最早有尝试过，虽然不难喝，但味道有点单薄。去年尝试红茶荔枝的组合，口感立马饱和了起来。红茶不能浸泡时间太长，否则会出现令人不悦的杂味。用冷萃一版的方式，可以刚好泡出茶香和甜香。因为是邀请粉丝品尝的，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降度，并减少了黄冰糖的用量。泡荔枝酒前几天会出现浑浊的现象是正常的，大概10多天之后，酒体就会慢慢的清澈。好了，等2、3个月后送去质检，合格后再陆续邀请大家免费品尝。邀请大家品尝的草莓威士忌泡酒已经装瓶打包好了，邀请到的朋友已经1对1的确认联系过了。这次一共是120份，明天发出，估计这周内都会陆续收到。最后拜托大家品尝后一定要扫码，认真填写口感反馈表。上次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很多朋友的反馈特别详细，给了我很多新的灵感。这次又邀请了5位红枣朗姆泡酒反馈意见特别好的朋友再次品尝。好了，12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据说这个就是知否中明兰爱喝的错认水，我们今天开封。由于度数很低，而且酒体颜色清透自然、清澈如水，所以经常被人叫做错认水。喝起来有一种鼻涕独有的清甜爽口的滋味，果味不是很浓郁，单独喝的话味道很一般。但它独有的清甜爽口，如果搭配其他水果一起泡酒的话，我想可能会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组合。等遇到合适的水果，再来给大家继续分享。